有缘人又见面了。黄金最近已经涨到了3000多美元，现在到底还能不能买？对于已经入手的人，现在能不能卖？它究竟是末日警钟，还是兴亡加冕的标志？在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货币战争背后，藏着比货币战争更残酷的真相。让我们通过回顾黄金历史上的3次牛市，来探寻资本世界的底层逻辑，并告诉你这次黄金大牛市的秘密。1. 金权崩塌，1970年代的货币革命。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撕毁布雷顿森林协定，长达27年的金本位制度就此终结。在此之前，黄金价格稳定在每盎司35美元，此后却一路飙升，到1974年底，金价涨至近200美元，涨幅高达 470%。 这一疯狂涨幅背后，反映的是全球对美元信任的崩塌。布雷顿森林协定本质是一场战后权力再分配的金融政变。当44国代表在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的博弈中选择美元黄金双挂钩体系时，他们亲手为美元打造了镀金的王冠，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官价，看似是对金本位的延续，实则是美国凭借全球 75% 黄金储备2万吨建立的金融霸权。马歇尔计划期间，欧洲各国用美元重建废墟，让美金成为比黄金更通行的硬通货。然而，这套体系从诞生起就埋下了特里芬难题的隐患。随着欧洲经济复苏，美元外流形成的贸易逆差与黄金储备的矛盾日益激化。1960年，首次美元危机爆发，伦敦黄金市场金价飙升至40美元，迫使美国联合欧洲央行组建黄金总库，以平抑市场波动。但越南战争的泥潭彻底撕裂了这层伪装。1965年至1970年，美国军费开支激增 200%， 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发行3000亿美元国债，其中 40% 由外国央行持有。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冲击，与其说是政策选择，不如说是金融帝国的垂死挣扎。当美国宣布停止兑换黄金的那一刻，全球外汇市场陷入混乱，英镑在24小时内贬值 10%， 西德马克单日升值 15%， 东京交易所因无法报价被迫休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在黄金价格走势图上留下了最陡峭的转折点。1971年底金价突破50美元，1973年石油危机后飙升至120美元，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达到850美元的历史性高峰。1970年代的黄金牛市本质是通胀肆虐下的资本逃亡。美国 CPI 从1970年的 5.9% 飙升至1980年的 13.5%， 实际利率连续8年为负，美元购买力累计缩水 60%。 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成交量从1974年的10万手暴增至1979年的500万手，反映出市场对纸币体系的彻底不信任。保罗·沃尔克的加息政策堪称金融史上最激进的休克疗法。1979年8月就任美联储主席后，他将贴现率
从10%猛增至12%。1980年3月推出信用控制计划，直接限制银行信贷规模。联邦基金利率在1981年达到 20.5% 的峰值，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 15%。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飙升至 18.6%。这场金融核爆虽然让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衰退，却重塑了美元信用。1985年，黄金价格回落至$300，美元指数从1980年的85升至1985年的164。美元反击2000年代的金融炼金术。1990年代的黄金大熊市，是美元霸权最鼎盛的时期。随着苏联解体，中国入市，全球化浪潮将全球通胀压制在 3% 以下。黄金的避险需求被美股长牛和债券牛市所掩盖。央行黄金协议 CBGA 的签署，更让欧洲15国承诺5年内售金不超过4000吨，进一步压低金价。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黄金价格已在$250附近徘徊了6年。911事件成为转折点，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和减税政策，让美国财政赤字从2000年的盈余$2360亿，转为2004年的赤字$4130亿。格林斯潘的低利率盛宴，联邦基金利率从 6.5% 降至 1%， 并维持18个月，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当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华尔街被包装成 AAA 级产品时，黄金正悄然启动新的牛市。2005年突破$500。2007年次贷危机前升至$850，完成对1980年高点的技术性修复。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拉开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序幕。AIG 的信用违约互换黑洞，花旗集团$1.7万亿不良资产，迫使美联储启动3轮量化宽松。2008年 QE 已购买$1.7万亿证券。2010年 QE2 追加$6000亿。2012年 QE3 每月购买$400亿MBS。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总和，从2007年的$4万亿膨胀至2013年的$12万亿。在这场货币狂欢中，黄金成为唯一的价值锚点。2011年9月6日，金价触及$1920.70的历史高点，较2008年低点上涨 270%。但华尔街的做空阴谋也随之而来。2013年4月12日，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机构集中抛售300吨黄金期货合约，相当于全球年产量的 11%。金价在48小时内暴跌 23% 至$1360。这场被称为黄金大屠杀的事件，暴露了纸黄金市场的本质。伦敦黄金市场协会的现货黄金日均交易量达$2500亿，而实物交割量不足 1%。中国投资者的反击充满戏剧性。中国大妈在10天内抢购400吨实物黄金，消耗了上海黄金交易所 90% 的库存，迫使工商银行临时调配香港金条。这场民间资本与华尔街投行的对决，虽然以大妈们被套6年告终，却标志着黄金市场的权力转移。
2015年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物交割量达2000吨，超过 LBMA， 成为全球最大黄金现货市场。3. 乱世新章，2020年代的货币战国。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封锁，成为黄金牛市的催化剂。美联储在3个月内降息150个基点至 0% 至 0.25%， 并推出无限量 QE， 资产负债表突破8万亿美元。各国央行的货币宽松规模更令人啧舌，全球广义货币总量从2019年的86万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120万亿美元，相当于过去50年增量的 40%。 在负利率浪潮中，黄金的实际利率优势凸显。2020年8月金价突破2000美元，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升至2070美元。更深刻的变化在于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截至2024年4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达40500吨，创1974年以来新高。中国人民银行连续12个月增持黄金，储备量达2500吨。印度央行购金量增长 35%， 超越俄罗斯，成为第5大黄金储备国。与此同时，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 73% 降至2023年的 58%， 而黄金占比从 8% 升至 11%。 这种去美元化加黄金在货币化的双重趋势正在改写国际金融秩序。2024年的黄金市场正上演着美元衰落与黄金狂欢的同步大戏。尽管美联储在2022至2023年将利率提升至 5.25% 至 5.5% 的22年高点，却无法遏制通胀粘性。核心 PCE 物价指数在2024年3月仍达 4.6%。 更致命的是，美国国债规模突破35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占联邦预算的 15%， 迫使美联储陷入高利率、债务危机、被迫降息的恶性循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利率期货显示，2025年6月前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达 82%。 在期权市场，华尔街正在布置新的陷阱。COMEX 黄金期权的未平仓合约中，3300美元行权价的看涨期权持仓达12万手，对应名义价值600亿美元。这种伽马挤压效应意味着，当金价突破3300美元时，做市商需买入期货合约对冲 Delta 风险，形成价格上涨被动追多进一步上涨的正反馈。但历史经验显示，这种投机性泡沫往往以剧烈回调告终。1980年1月，金价在850美元见顶后，3个月内暴跌 40%。2011年因920美元高点后，2013年的大屠杀让价格腰斩。4. 投资启示录在确定性与混沌间起舞。当前黄金定价模型已从美元指数加实际利率的2元框架，进化为包含地缘政治风险、央行购金量、数字货币冲击的复杂系统。投资者需建立多维度分析框架，关注美联储点阵图与 OIS 利差。当市场预期与政策声明出现100个基点以上偏差时，易引发金价剧烈波动。中东冲突溢价当前为200美元每盎司，俄乌冲突溢价150美元。需警惕黑天鹅事件的边际效应递减。
矿产今年产量稳定在3500吨，再生金贡献1200吨，而央行购金占需求的 25%， 打破了传统供需平衡。借鉴历史案例构建风控体系。以下是建议：一、仓位管理的33制。基础仓位 30%， 黄金 ETF， 机动仓位 30%， 黄金股票期权背对开仓，现金仓位 40%， 应对回调。参考2013年经验，当金价单日跌幅超过 50%， 启动机动仓位分批接货。二、配置 30% 的黄金矿业股，如巴里克黄金、纽蒙特，利用金价涨幅成本涨幅的杠杆效应，同时买入 5% 的美元指数 ETF， 对冲美元反弹风险。三、时间成本核算。以1980至2008年的28年周期为例，若当前牛市从2018年启动，理论上2026年前后进入调整期，需设置8年的长期持有预案，避免对35美元、850美元等历史价格形成心理锚定。应采用动态估值模型，如黄金与全球 M2 的比值，当前为 0.028， 低于2011年的 0.035， 设置严格的止盈止损纪律。例如，金价突破3500美元后，每涨100美元减持 10%， 跌破3000美元时触发强制止损。参考2022年9月加息周期中的2600美元支撑位。当散户持仓占比超过 COMEX 总持仓的 30% 时，警惕聪明钱的反向操作。2024年3月的数据显示，对冲基金的黄金净多仓已达25万手，接近2011年的峰值，站在3300美元的历史关口。黄金的命运从未如此与人类文明的抉择紧密相连。如果说1971年的脱钩是信用货币的成人礼，2024年的狂飙则是这场实验的压力测试。当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至 GDP 的 40%， 当全球债务率突破 350%， 黄金不再是简单的投资标的，而是悬挂在信用货币体系之上的警示钟。投资者最终需要回答的，不是该不该买黄金，而是我们是否相信当前的货币体系能够穿越历史周期。黄金的每一次暴涨，都是对现存秩序的一次拷问，每一次暴跌，都是对市场情绪的一次进化。在这个纸币滥发的时代，黄金既是叛徒，也是守护者。它背叛了人类对信用的盲目自信，却守护着财富最本真的价值尺度。当3300美元的金价在 K 线图上留下新的印记，我们终将明白，黄金的故事从来不是关于价格的涨跌，而是关于人类对货币本质的永恒追寻。它提醒我们，在信用货币构建的海市蜃楼中，总有一片沙滩由真实的金属铺就。对于投资者而言，重要的不是预测金价的顶点，而是在权力更迭的浪潮中，为自己的财富找到一叶兼具韧性与流动性的扁舟。黄金或许不是答案，但它始终是理解这个动荡时代的关键密码。